你也喝一杯吧。看来你还真不会饮酒。都说琴酒性烈，果不其然。这女儿家一定要学会饮酒，它是忘忧药，能陪你一辈子，不离不弃。芈月，你可见过天底下有比我姑母更潇洒的女子？都说大公主是嬴夫人养大的，我看大公主和嬴夫人真的比母女还要相像。夫人这里余音绕梁，但雍瑞府中还有杂物未料理妥当。既然夫人有他们二人陪伴，雍瑞暂且告辞。饮酒赏歌何等的雅事，你却用杂物二字来烦扰自己。也罢，你就去吧。夫人，告辞。梦莹，替我送送雍大人。哦，是。好一个芈八子！当日我就看出，大王迎娶的处女中，唯有你是最不安分的。夫人的话令芈月战战兢兢。你小小年纪进宫不久就得此位分，可见得你在大王眼中的分量。我听说大王已经专宠你2月有余，宫中因此废议。芈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，望夫人指点。如你这样的情况，并非宫中第一人。先王后和当今王后，他们出入宫时，大王都专房独幸了3个月以上。妻者妻也，王后是大王唯一正妻，平起平坐都是应该，专房更是无理由挑剔。你明白就好。除了王后、魏夫人、果美人承恩，最多也只不过就是10几日的功夫，魏良人就更少了。大王历来都是我行我素，但是大王对你的专宠，都快赶上王后了。这让有些人看在眼里，心头早已滴血。芈月别无他念，只想好好侍奉大王。能侍奉大王是你的福分。当今世上，既有心性又有姿色的女子，大多都是宁愿做褒姒，也不甘做无言的。你要当心，恃宠而忘形，树敌太多。虽然说后宫之事也应该由大王来定夺，但是大王的心思多在前朝，并非总能关照后宫。要想平安多福，就要收敛心性，懂得进退。谢夫人指教，芈月字字铭记在心。起身吧。谢夫人。其实我想让你记住的就是2个字：分寸。是。姑母，梦莹，你回来了。梦莹啊，芈八子是头一次到我这儿来，你快带她到我这北郊行宫四处去看看啊！走。谢夫人。去吧。刚刚姑母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只是家常话罢了。嬴夫人豪爽，心思如同男子，举手投足更有大丈夫之气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很投缘。哎，雍大人怎么会在嬴夫人这里？雍大人常常看望姑母，他们的情分已不是1日2日。能看得出他们彼此是体贴知己。姑母一生艰难，但很洒脱。我从小便想学做她那样的人。夫人，大姐来了。拜见八子。
大间免礼，姑姑给大间倒水。啊，不必。八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今日一早起来，八子的身子就有些不适。请太医看过了吗？啊，不用了，只是小病，养1、2日便好了。哎呀，这可坏了！大王今晚召八子侍寝呢。芈月福薄，只好请宫中别的姐妹代劳了。这……咱们小公子天庭饱满，长得跟大王一模一样呢。他父王指望他荡平列国，称霸天下呢。啊，是啊。怎么了？当然想必是饿了，让奶娘抱去喂喂吧。是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小公子都满2个月了，大王也没来用过几次晚膳。大王政务繁忙，可奴婢听说大王几乎夜夜都召芈月去承明殿呢。今晚侍寝的又是他。我月子里的时候不能侍寝，芈月替我侍奉大王。如今我刚出月子，芈月多陪些大王，也是她的本分。只怕有些人的心思在本分之外了。好了，玳瑁姑姑，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争，但是不能因小失大。大儿刚满月，大王就令魏夫人把主持后宫的大权交还给我，可见大王对我的信任。如今大王指派芈月主管整理我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她日日在书库，也算恪尽职守。好不容易有几天太平日子，你就不能让我耳根清净一下？奴婢知道了。姑姑，其实母后把你指给了我，你的心就全在我这儿。入秦宫这1年多，你跟着我吃尽苦头，姑姑对我的好，我心里岂能无数？只是有些事情，姑姑还是少说话。我不是糊涂人，应当如何，我心里有数。王后这么说，奴婢心里就踏实了。拜见王后。何事？大王让小的来传话，说今晚到王后这边来用膳。王后您快准备准备吧。大王今晚要来？是。可是大王今晚不是召芈月侍寝吗？哦，八子病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大王要来，晚膳让膳房好好打点一下。是，奴婢亲自去膳房，让他们备些鹿肉。鹿肉属纯阳之物，补脾益气，温肾壮阳，给大王吃最好不过了。奴婢去准备了。